你前天说有个武圣是怎么回事？我看第二次才看认真了，它是一个武圣传，它是放一部电影。是，我就是瞄了一下，我说我好像没有看到过武顺这个电影哈，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原来是那个时候毛泽东就是专门批评他这个文化工作的一个阶级倾向的是吧？他是这样的，毛主席这个人呢，他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那边评水浒，我那边说评水浒，毛泽东就说水浒的要害就是宋江，宋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就把那个水浒就总结到位了。那是李逵呀，这个很多那是武林高手啊，那是操盘行义的，都是反当地的地主富农，他不反皇帝，是宋江是这样的人，皇帝要招安，叫他去做大官，他也去，他招安就去了，所以他的立场不坚定，所以宋江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不是个正经人。但是要按照梁山伯只是操盘起家的，他是组织农民起义的，毛主席的看法都不一样。他是宋江这个人呢，他就没有这什么正义感。对他说到点子上去了哈。这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他是要大家来评水浒传，评他的要害在哪里，来提高自己的觉悟。他还是有阶级意识，我们没懂那个阶级意识，那个时候就是看热闹呗。是，他是站的比较高一点，这样评。那鲁智深呐、林冲啊、李逵呀，那都是晁盖呀，是吧？那都是举旗杆、另立山头，然后他招进去的，招进去好像也像我们是把人才呀。但是他不反皇帝，他不反根子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反贪污浪费一样，不反江泽民，不反李鹏，一个道理。他根子反不了，真正受不了教育，这个阶级推翻不了。有道理。这种思想的一个阶级的一个意识，一直是，反正普通人都不懂嘛，也只知道好像自己过得不好，就以为是贪官的问题，其实不是哈。不是，还是个体制的问题。毛主席最痛恨欺压百姓、剥削百姓，所以他自己执行的好。老百姓是受苦，有讲的苦，他也苦，毛主席也苦，他是这样的人。你其他的当官的还帮你苦，你下跪我也不理你，是不是？所以，一个决策者很重要。那刘少奇他在天津做报告，他仍是资本家剥削，对社会有发展，还讲得好听，老百姓理论上跟不上，他就说他这个讲的对，毛主席是反对。我们革命者给阶级的命，给剥削压迫者的命，你总是不能有功的，剥削有对的，所以他的思想，毛主席思想跟他是搞不到一块去。又被你说，毛主席好不容易把那个集体组织起来，不是一天能够组织起来的，他是从一点一滴上来的，是吧？从3家5户组织起来，到10户8户，到几十户才组织起来。你突然是分田到户，这不一夜回来解放前？当时改革是分田到户的时候，好多老干部就是革命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老干部的一夜回到解放前是怎么说的？他是革命几十年，一夜就回到解放前，过1个月就回到解放前。老干部的革命，我们那里有县委书记，叫他到另外一个县去当县委书记。在我们这里叫他分田到户，他不肯分，他是老支委书记、老县长，他不肯去，上面就给了一些压，你去不去？不犯思想就犯人，不要你当县委书记。有道理哈。他就没办法，不得不去了硬着头皮，去分这个田地。他搞出土改是分田地是给老百姓分。他50年做土改干部，土改以后又搞了20年、30年，
30年的到了8几，是20年的到6几年，是吧？30年到了7几年，他30年也可以算几十年了。他搞了土改分给老百姓，突然一下虽然分田到户，又回到解放前了，所以他是这个意思。革命几十年，一夜就回到解放前。我知道了，这下我就明白了，革命几十年哈。老干部想不通，但是有的老干部呢，他也吃了很多苦，他也对毛主席有意见，斗着他想不开，但是他又跟上面领导又融为一体了，臭味相投了。他响应的做了批判，说把毛主席三体开。其实毛主席根本不能三体开，他把他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他叫毛泽东思想体系。就叫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这个农业、工业、科学等等都加起来叫体系。他说毛泽东思想只有7体智慧，那说鬼话。你是三大战日，你邓小平在哪里？也不是跟刘伯承在那打仗，是不是？周总理那是不做主席，这3把手可能是亲自开会指挥的，但是动脑筋最多是毛泽东。他每天一支笔在地图上画来画去，今天打哪里，明天打哪里，他要补记。那我打这里，敌人跑到哪个方向，他会反扑过来，我又用什么计谋把他抓住，让口袋灭掉。他这个都是绞尽脑汁的事。全世界都证明他是真死家。你中国自己党内还不承认他，还有三体开？什么叫三体开？实际是他错误多，那个脾气有或者骂人或者发火，那个算缺点，不能算他的思想，也算他的思想。他爱憎分明嘛，是不是？刘青山、张子善枪毙，他天天市委书记，华中市委副书记，因为当时官职很大很大的。哪一年的事情被枪毙了？这是51年的。51年的是吧？对，50年土改，是49年解放，10年以后解放，这2-3个月，那有个工作过程了，还有走国安，政府中央人民政府要走国安，那来时间管了，是吧？但是下面反映上来了以后，就反映了有1000多封信，反映下属的干部又是偷腐化，又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所以毛主席搞个3反。所以毛主席临死之前都很清楚，很清楚，就是很伤心，经常哭。他哭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江山随他手，这个国家变不变，他考虑的这个问题太多了。忧国忧民啊，是吧？他越考虑的多，那是他培养起来的，那是头目啊，他是有个反思，不信任他呀。再加上平常的运动啊，又整着他、斗着他、批评他，他格格不入，耿耿于怀。所以以后搞了个一边倒，都倾向于邓小平。这叫一边倒。其实邓小平他又不是总书记，又不是总书记，又不是国家主席，你怎么倒？思想倒下去。有的干部整着他，有的右派，特别大帽子戴10几年、20年，他也苦了。以后跟他落实政策，全部解决了，他肯定拥护他。有的会写的，他是拼命的写笔杆子。那时候我看到我们市里好多老同志都写赞扬邓小平的宋邓公，那都很多文章，很多诗篇都是写那个，都是小任务，你要写一篇，要做出来，作者是作者，是吧？他要印成一本书，诗集，他印，都是夸邓公的。但是摸他面上，他写出来都是夸毛泽东的。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是两面派，他立场不坚定。对，所以毛主席总是说，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他说了很多次，工农兵要接受教育。可能对这句话，知识分子也不美。我的问题就是说，当时你们那个时代，比如说北京在闹那个学生活动运动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当时那个社会上的那个老百姓会怎么想？他是支持学生呢，还是支持政府啊？当时是这样的，干部里面也有大部分支持学生的，学生是反潮流，他是反
案以这个为着点的，但是焦点是反对邓小平的儿子跟李鹏的儿子跟这个高干子弟走私。是学生那个闹这个是吧？闹这个事，因为学生很多知道他们高干子弟在那做坏事，就来闹，那时候叫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以后邓小平就把它搞成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学西方学美国闹事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上升的那个层面了。现在一镇压呢，一搞呢，老干部又起来了，就有很多老干部想不通，也跟着反对共产党，这个呢就成了叫法轮功。当时搞法轮功很多是老干部顺便搞的。法轮功64那年，在学生64的时候就有法轮功了吗？那64是6月4号，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是89年。我知道，就是8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法轮功了吗？89年那个时候有啊，89年就是江泽民管事，江泽民从80几年开始管。江泽民是跟李鹏搭档的是吧？是。那个时候老干部支持学生，然后就是都是一致反党的那种感觉啊。边搞法轮功边提意见，都说的很露骨的，说共产党腐败啊，怎么都说这个东西。怪不得。以后呢，这矛头呢就对了江泽民。对，到香港收回的时候，香港还有很多人写大字报，要江泽民滚回去。要打到江泽民，打到李鹏，到美国访问也是的。但是有的跑出去了，有左派，有的激进分子，他跑死了，跑到国外去了。是。要了，明天再见了啊。好，早点睡哈，累了。好，辛苦你讲了那么多。可以。